66岁那年，我那消失的丈夫耿卫民衣锦还乡。当初他只留下一句照顾好父母和孩子，从此再无音信。我一个人咬牙带大女儿送走80岁公婆。人生最后时刻，我看着长大成人的女儿倍感欣慰，总算没有辜负丈夫的托付。女儿却伤心地拉着我的手说有故人相见。下一秒，我看见了消失40年的丈夫，他带着妻儿衣冠楚楚地站在病床前，施舍般说道：你我名义上好歹夫妻一场，你替我养大女儿，送走父母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我这才知道他还活着，而且早已娶妻生子，还成了大老板。我气急攻心，再次睁眼，映入眼帘的是那封遗书：照顾好父母和孩子，我去了。再次看到这句话，我犹如触电般打了个冷战。这是丈夫失踪半年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。上一世，我单纯的以为丈夫想不开自尽了，直到66岁那一年，我因为操劳成疾躺在病床上，耿卫民带着自己的妻儿站在我病床前，说要送我最后一程。他的妻子皮肤光滑，面色红润，与病床上脸色苍白、满脸褶子的我完全不一样。我才知道，那封遗书上写的我去了，不是他死了，是他在外面重新成家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气得浑身发抖。既然耿卫民要装死，公婆还帮着一起瞒我，那就让他死个彻底。我拿着遗书先去了镇上照相馆，把耿卫民的1寸相片放大洗了出来，做成了一相。又去了村口赵叔家里，让他组织乐队来家里奏哀乐。不一会儿，大家都听说了我的丈夫耿卫民去世的消息。我在村子里哭哭啼啼走了好几圈，又是找乐队，又是洗照片，还要通知亲戚四邻。等村民潮水般的涌入我家院子，就看见我捧着耿卫民的遗像抹泪，旁边是1岁的女儿在嚎啕大哭。公婆被人从地里喊回来，一进门就懵了。公公气急败坏喊道：小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哭着拿出那封遗书：爸妈卫民去了，我得送他最后一程，可惜都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，可该有的仪式不能少呀。我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公公的脸，他的脸很快红了白，白了红，最后气急败坏骂了句：胡闹！只凭一封信，你怎么敢一口断定卫民死了？你这不是在咒我儿子出事吗？公公坚持认为儿子没死，只是碰见了难事，不得已才离家出走了。公公看了眼正堂里耿卫民大大的遗像，上前对我就是一顿呵斥：赶紧把这照片收起来，让你赵叔带着乐队赶紧走。说着给婆婆使眼色，婆婆转身就去了院子赶人。我家卫民只是这2天没消息，误会都是误会，回了，大家都回了。我立马一个箭步冲进院子里，冲着公婆喊道：爸妈，你们是不是知道卫民去哪儿了？公婆眼神闪躲，婆婆一个劲地看公公。公公敷衍道：我们怎么知道？信上又没写，我们也是猜的。公婆转身不再看我，我故意喊道：爸妈，既然你们坚持卫民没事，那我去城里他们单位找找他，我就不信那么大个人能凭空消失不成。我抱着女儿就要挤出人群，公婆疯了般拉住我：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你不能去。上一世也是我要去找人，公婆疯了般不让我去，说耿卫民只是一时想不开，我要去了他们单位，闹坏了卫民名声，等卫民回来就回不到原单位了。我那时候傻，被这句话吓住了，直到现在才明白，他们根本就是串通一气，只是为了瞒住我。婆婆拼了命地抱住我的腰，公公更是站在我面前张开双臂：不能去，不能去。小钱，你可不能去，万一卫民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过几天回来了，你弄坏了他名声，他会丢掉工作的。又是这句话。我因为用力过大，一副披头散发的模样，看着一副可怜样，我声泪俱下祈求公婆：爸妈，卫民是生是死，我们总得知道吧？万一命都没了，保住工作又能怎样？到底是活着重要还是工作重要？周围的邻居听了我的话，都跟着附和：当然是命比工作重要。这卫民爸妈老了，怎么反倒糊涂了？儿子命都不关心，怎么只关心工作？是死是活总得去看看呀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公婆眼看着自己的话没有说服力，顿时改了语气：小钱，你先别急，我让你堂叔去城里问问。上一世也是如此，堂叔问了，说厂里人不知情，可能就是想不开，让我别担心。可我放心不下，想要自己去问。婆婆离地时突然被牛踩了脚背，说伤筋动骨100天，让我照顾她。最终我也没有去成。这次公公又想糊弄我，我趁热打铁：爸，这么大的事，我得跟着叔一起去。公公还想拒绝，人群里大家都向着我，公公眼看着没办法，才缓了语气道：那行，今天晚上让你堂叔先来家里坐坐，我们一起商量商量，大家一起散了吧，散了吧。晚上堂叔根本没来家里，公公吃过饭后出门去了。过了一会，他回家说自己和堂叔说过了，明天堂叔会去市里。我擦拭着卫民的遗像，公公皱着眉，一脸不悦：事情还没有眉目，你能把这像收了不？我拒绝道：老话说，提前准备寿衣寿财可以冲喜，这像挂着，兴许卫民就能转危为安了。公公气愤地转身离开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只听到院子里一声惨叫，是婆婆，她被牛踢了。上一世为了阻拦我去市里卫民单位，她装作离地的时候被牛踩了脚背。这次我为了让牛能更疯一些，前一天晚上在牛的食槽里加了一碗鸡血。牛闻不得血腥味，一闻到血腥味容易躁动。果不其然，很快院子里传来公公的求救声：
小琴，快来，你妈被牛踢了。我慢悠悠爬起来，穿好衣服，睡眼惺忪地走到院子，只见地上有一滩血，婆婆嘴角挂着血，看样子被踢得不轻。我赶紧喊道：爸，赶紧找车送市里，我妈这可能被踢破了内脏，晚了人就没了。我死后心里愤怒至极，在魏民和他妻子身边飘了好久。印象中他们的婚礼应该没有几天时间了，这回去市里估计正赶得上。我手忙脚乱地喊来邻居帮忙，公公不同意去市里，大家把婆婆送到医疗站里。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直摇头，不行，大娘最好去市里做个检查，我这设备不全，病看不了。婆婆躺在车上止不住的咳嗽，脸色苍白，又吐了几口血。公公抽着烟袋，低着头沉思，一咬牙去市里。我回家把女儿拜托给邻居胖婶，带了一些婆婆的洗漱用品，跟着公公去了市里。等把婆婆安排住院，已经到了饭点，我肚子咕咕咕叫着，公公的肚子也跟着响了起来。公公让我去买饭，我翻开空口袋给公公看，爸，没钱了，拿的钱都交住院押金了，我得回村子里去找邻居借点钱。公公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冲我挥手。一出医院大门，我就拐去了耿卫民单位，直奔我爸的老同事张叔去。当年我爸在厂里出了意外，厂里为了补偿，愿意安排一个人来顶替爸爸的工作。耿卫民说上班辛苦，非要替我来。耿卫民的工作也算是张叔给安排的，我要去他婚礼上揭开他的真面目，不能少了张叔。看到张叔，我说明来意，婆婆住院向他借了50元钱后，我就赶回村子里和大家说了婆婆住院的情况。医生说比较严重，大家知道婆婆可能要做手术，都嚷着要去医院看婆婆。我也没拒绝，有邻居拿了鸡蛋，有邻居拿了家里的红糖。第二天，一行10几人，大家浩浩荡荡地坐车去了医院，看望了婆婆。我带邻居们出来吃饭。市里虽然离县城坐车2个小时，可大家进了市里就像进了大观园，处处好奇。我凭着记忆带着大家去了市里最大的饭店——人民饭店。更重要的是，魏民的婚礼就是在这个饭店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就是这一天。为此，我特意带着大家出门前，在医院给张叔打了电话，说要请他吃饭，表达谢意。地点也是在人民饭店。我带着一行人走了进去，大家嘴里啧啧个不停，一边看一边夸。我直直盯着大厅一侧正在举行的婚礼，对着身边的胖婶开口：婶，城里人真洋气，你看他们结婚穿的衣服真好看。胖婶收回眼光，看向远处，她似乎有些看不真切，又着急上前2步，突然回头转身喊我：小琴，这新郎跟魏民好像。众人一听了胖婶的话，好奇地看了过去，可不就是，怎么越看越像？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像的人？哎呀，不过这气质看着不像魏民。耿卫民牵着他的新婚妻子正在敬酒，我咬了咬牙，恨恨说道：我们走近些看看去。靠近了些，我看清了耿卫民下巴的那颗痣。胖婶也看见了，他一脸不置信地开口喊道：卫民。卫民迅速抬头看了过来，看到我们一行人，他迅速偏头，眼神闪躲，装作没看见。哼，还想装没看见？我大步上前，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耿卫民，你娶2房也不通知我。耿卫民先是一怒，然后眼里又闪过几丝慌乱，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，躲在妻子身后，说他不认识我。胖婶跳着脚指着卫民：婶子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你就是华成辉，婶也认识。你不是还给小琴留下封遗书，怎么在这里跟别人结婚了？身后的村民一脸好奇，弄清原委后更加气愤，大家纷纷替我打抱不平。卫民，我们差点没认出你来，你在老家可早娶媳妇了，在这里结的哪门子婚？你留下一封信就消失了，不知道你妈住院了，要开刀呢。大家七嘴八舌，现场更是一片混乱。耿卫民妻子胡可不知是因为气愤还是害怕，涨红了脸指着我：你们不要乱说，这是我丈夫，我是他妻子，他什么时候结过婚？我们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敢乱说，我们就报警了。现场来的都是胡可的亲戚，耿卫民为了隐瞒自己结婚的事，他的同事根本就不知道。可我既然来找他了，就不会毫无准备。我看了眼酒店门口，张叔正巧走了进来，我大声冲着张叔喊了声：叔，我在这里呢。众人看向张叔的方向，耿卫民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可不得不说，他皮肤白，人也长得帅，这半年在城里精细的养着，比在村子里帅了不少。怪不得胡可会看上他。他站在胡可身后，眼看着就要溜走，被我一把抓住。我瞪着他胸前闪亮亮的新郎花签：叔，你不是说卫民去外地参加朋友婚礼去了吗？他怎么在这里和别人结婚？说着，我突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一个人既要照顾女儿，又要照顾年迈的公婆，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，每天跟男人一样去山上背石头，背上背磨的皮开肉绽。这次要不是婆婆被牛踢伤，我也不会陪着来城里看病。没想到却碰见卫民和别人结婚了。叔，你要替我做主呀！张叔本就震惊，我的一番话让他回过神来，再次看向耿卫民：瞎胡闹！耿卫民，你在家里有老婆，怎么能在城里跟人结婚呢？这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耿卫民怯懦地回应道：叔，我俩没领证，
法律上不算数的。邻居们一听更生气了，七嘴八舌回击道：“你们可是办了婚礼，那村子里人都知道，咋不算数？再说你这工作还是小秦爸拿命换的，你怎么好意思丢下小秦跟别人结婚的？”现场一片混乱，胡可还想狡辩，被他父母拉住了。耿卫民手足无措，他肯定没想到是这样的局面。张叔转身看向坐在地上的我，开口：“小秦，这事你想怎么办？你放心，张叔一定给你做主。”胖婶和一众邻居扶起我，劝道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这是为民糊涂。这婚礼还没成，你们两口子回家好好过日子就成了。”我拒绝道：“我不输，既然他不想和我过了，我想离婚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孩子必须跟我。”我话一出口，众人一脸震惊。胖婶在身后拉我：“小秦，离婚了，以后你带着孩子日子咋过？”邻居也劝我：“男人哪有不犯错的，只要知错悔改就行了。”大家看到的只是耿卫民的一时糊涂，看不到的是我上一世一辈子的蹉跎。我眼神坚决地看向张叔：“叔，我爸出事后，这工作本来应该是我去的。当时我和卫民结婚了，就让他顶替了去。如今我们离婚了，又是孤儿寡母，这厂里能把工作还给我不？”张叔一阵思索后点头：“你放心，有叔在，这事包在叔身上。”耿卫民一听我要把工作要回去，立马急了：“你一个女人在家里待惯了，不知道外面的险恶，你带着女儿根本不方便。这工作不适合你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你在家里带孩子，我每个月给你寄钱回去。”胡可也跟着附和：“你一个女人，农村待惯了，能干什么工作？还不如在家带孩子，拿钱多舒服。”胡可长得很洋气，加上婚礼上化了妆，看着的确漂亮。可一想到上一世他们在城里住大房子，开小汽车，我和女儿省吃俭用，给女儿买一条裙子都要攒好久，这样的手心向上的日子，我才不要！我态度坚决。这是我爸留下来的工作，就该说我来顶替。我不但要拿回来自己的工作，还要拿回来属于自己的钱。我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家里的每一笔花销。这些是这些年来我在家里的花销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耿卫民一个月工资180元，可每个月寄回家的只有20元。家里的日常开销、人情往来，还有公婆生病，都是我拿的钱。就比如这次婆婆生病，我借了邻居和张叔的钱，一共200元，这3年一共是1560元。张叔这钱他应该赔我吧？耿卫民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胡可听不下去了，他厉声道：“你这是为了离婚狮子大开口？你记得这些账，我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”我淡淡扫了他一眼，不屑说道：“耿卫民的工资有一半是我的，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我还没计较你介入我们婚姻的事，你个第三者不要脸的东西，怎么有脸在这里跟我犟嘴的？”胡可脸色一灰，不讲话了。我趁机大声喊道：“你们要是不给，今天我就把事情闹大，让你们单位的人都知道你找了个有妇之夫，我看你在单位怎么抬得起头。”说着我就要去台上，被胡可父母再次拦了下来。他们催促耿卫民：“宾客们还在等着婚礼仪式，这事尽快解决了。”耿卫民回头看了眼，心有不甘的点头道：“行，我都答应。”但是他说现场拿不出那么多钱，非要给我写个字据，以后还给我，被我拒绝了。你们办婚礼不差这点钱？好笑。要是让他以后慢慢还，这笔钱我肯定拿不回来了。胡可咬着牙从自己包里拿出来一沓钱，数了数，摔到桌子上。我拿起钱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560元。回头冲胖婶他们喊道：“乡亲们，事情的前因后果你们都看见了，一会我公婆面前还要麻烦你们替我说清楚。既然他耿卫民说我们没领证，那就算我杨小琴这些年喂了狗。”邻居们一愣，都没想到我会如此果断决绝。胖婶回头瞪了眼耿卫民：“你妈还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，你倒好，不去看她，还在这儿办婚礼，真是个大孝子。”出了酒店，张叔安慰我：“这事他回厂子和领导研究，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。”我放心。战斗了一中午，大家都没吃饭，肚子饿得咕咕叫。我想请大家在路边吃碗面，却被胖婶和邻居们一致拒绝。你一个女人家，以后带个孩子生活不容易，这些钱你留着傍身用。我们大老远来看望你公婆，一顿饭还是吃得起的。婶请你吃面怎么样？我面色不好看，欲言又止。胖婶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：“你还有啥事？你尽管说，只要婶儿能帮上忙，肯定会帮你。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胖婶：“婶，当时我要给耿卫民办葬礼，公婆横拦竖挡，非不让。这次我要来城里找人，他们也是百般阻拦。你说这些年家里家外哪些活不是我在干？可我怎么总觉得我公公婆婆好像并不是很信任我。”说着我红了眼眶。胖婶和邻居们一下就听出我话中有话了，他们交换了个眼神，很快开口：“怪不得卫民出事了，他爸妈也不着急，大家还说他们是老糊涂了，可能他们根本就知情，全家就瞒你一个。前几天你公公不让你摆那个遗像，现在想想，他收到卫民的遗书一点都不紧张。”没错，可能他们早就知道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说要替我做主。这2个老不死的，你给他们当牛做马，生儿育女，他们全家就这样合起伙来欺负你。这卫民爸妈也太坏了，就是不看在儿子面上，也得顾虑下孙女吧。你放心吧，有我们呢，他们不仁，就别怪你不义，你会非得让他们给你低头。回话。我们进了病房，我还没开口，胖婶先斥责起公婆：“
魏民爹，你家魏民跟别人在外面结婚了，这事你知不知道？公公眼神闪躲的转过身去。你别瞎说，魏民就是压力大，出去转几天。胖婶不依不饶，不止我看见了，我们10几双眼睛可都看见，这还能有假？当初你们非不让来城里找人，是早知道你儿子要和别人结婚，对不对？婆婆躺在床上惊恐地看着胖婶，断断续续开口：不可能，怎么会这么巧？说完后，她意识到不对，赶紧闭嘴。可惜所有人都听到了。我也懒得和他们演戏，当着所有邻居的面，我开口道：我和魏民已经离婚了，他顶替我爸的工作，厂里也说要还给我。你妈听完就捂着心口不说话，他爸则气愤地盯着我。他是你男人，你对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冷冷瞥过去。你们怂恿你们儿子和别人结婚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他是我男人？魏民霸气的脸色涨红，却不知说什么。我们结婚后，你们全家搬进了我家房子，如今我们离婚了，你们得从我爸妈留下的房子里搬出去。为了照顾我，厂里给我分了一间单身宿舍，我带着女儿也够住。孩子被我送进了厂办幼儿园，家里则是托付胖婶看着，要是有事就给厂里打电话。每个礼拜周一送去上学，周5再接回来。我就像浑身有用不完的劲，硬是用了半年，就把销售业绩做到了厂里第1名。别人都说我敢拼敢闯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重活一世，这次机会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来之不易。几年后，国营厂改制，我主动申请下岗。这些年我攒了点钱，又找朋友借了些，去做了家电销售代理商。刚开始是一个小商铺，后来店铺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我忙不过来，我招聘的人也越来越多。那天我在店里忙，有人来应聘，我一抬头，差点没认出来，这人竟然是耿卫民。上一世他在厂里干销售，凭借掌握的人脉和资源找胡可舅舅借钱，成了第1批家电代理商。可惜这一世他被厂里开除了。听说他干了很多工作，眼高手低，不是嫌弃工作辛苦，就是嫌弃工资不高。上一世有工作加持，胡可舅舅还挺欣赏他。可惜这一世听说他开了好几次店都失败了，再也借不出来钱。耿卫民见到我表情复杂，可能是既羡慕又嫉妒吧。他讨好般说道：听说你开了好几家店，你看咱们也是老熟人，反正你招人，要不把我招聘了，随便给我一家店长当就行。我嘴角讥笑：哟，你要没钱吃饭，我带你去吃顿饭，没听说要饭还狮子大开口的。耿卫民被气得浑身发抖。杨小琴，你有今天，离不开我这个前夫，你做人要感恩。你给我等着。耿卫民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我想着这事肯定没完，没想到过了2天，我们店铺门口坐了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和老太太，看见我出门，一把拉住我：小琴，我们是你爸妈呀，你有钱了，怎么就把我们忘记了？我一下就愣住了，我哪里来的爸妈？仔细看过去，才发现是耿卫民的爸妈。老头佝偻着身子，老太太咳嗽个不停，拉着不让我走。你和卫民好歹夫妻一场，丫丫就卫民这一个爸爸，你就是不看在卫民的面子上，也要看在丫丫的面子上。我们和你说，你们虽然离婚了，可在我们心里，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媳。你这店铺这么多，也不差一个，就让卫民管一个。我都要被恶心死了，甩开他们的手，指了指不远处。胡可挺着肚子站在我店铺门口不远处，我刚刚就看见了，怕他冲进店铺里胡闹，想出门打电话喊人。现在我一下就有了主意，你们儿媳在哪里站着呢？你们这一把年纪怎么脸皮这么厚？要不我把你们儿媳喊过来。胡可脸色很难看，老头老太太为了道德绑架我，声音很大，他肯定听见了。我还没开口，胡可就像疯了的母鸡一般，拿了环卫工人的笤帚就追了上来。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眼里只有钱儿媳？你们今天就和我说个明白。他拿着扫帚就追了上去。卫民爸腿脚利索，他妈妈咳嗽跑不动，愣是被胡可用扫帚在后背打了好几下。一场闹剧结束了。可第2天胡可又来了，他挺着肚子坐在我们店门口。你能开这店，少不了当年我们赔给你的钱，这店应该有我们的股份。回到村子里都不用我开口，耿卫民在城里结婚的光荣事迹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，甚至邻村的人都知道了。我爸妈留下的是一座小砖房，这是村子里最早盖好的那一批砖房。当时爸妈刚去世，耿卫民全家就搬了过来。我让胖婶帮忙，帮我把耿卫民家的东西都扔出去。他快人快语，在村子里喊了一众婶子、大妈，还有年轻后生来帮忙，很快就搬了个干净。晚上我炖了红烧肉，看着空荡荡的家里，心里却无比舒坦，堵了2世的气终于顺了。就在我和女儿吃得满嘴流油时，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我安顿好女儿去开门，门一开，竟然是卫民爸推着架子车，车上躺着的正是卫民妈。卫民爸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就骂：你妈生着病呢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就这样把我们拒之门外，尊老爱幼，你从小没学吗？我不怒反笑：我爸妈都在地底下呢，哪里多出来的爸妈？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你们的房子在马路对面，别走岔了。说着我就要关门，却被卫民爸拦了下来。这时邻居胖婶家的门响了，他来到我家院子，借着光看清是卫民爸妈，张口就骂：你们好歹也是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脸皮都不要了？大半夜的跑来吃绝户！说着便嚷了开来：大家快来看了，2个老赖皮来吃绝户了！捞！胖婶泼辣惯了，
嗓门又大，刚喊了2声，魏民爸赶紧推起魏民妈往出走。胖婶还不解恨，跟着骂道：“你们要再敢来，别怪我胖婶不客气。”临走前，胖婶还不放心地说：“听说魏民那个新媳妇没钱给魏民妈看病，他们就出院回来了。他们要再来找你，你隔着院子喊婶。”我感激地送走了胖婶，我心里一阵讥笑地看着对面，平时家里什么好吃的好喝的，都是魏民爸妈先吃，孩子也是偶尔才能吃上一口。他们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没想到耿卫民结婚才1天，他们就被赶出了医院，真是活该。第2天，张叔特意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通知我说，厂里开会研究过了，耿卫民被开除了，我可以顶替进厂。厂里考虑到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他们说可以给我安排一个特殊岗位。我简单收拾了东西，带着2岁多的女儿，坐在张叔自行车后架子上。初春的风吹在脸上还有些寒意，可我的心情却无比的兴奋。这次我的命运，我要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厂里领导本来想安排我去后勤，可被我拒绝了。我知道再过几年，国企就会纷纷倒闭。魏民上一世就是在销售部抢先嗅到了商机，厂子倒闭，他自己却借着厂子的资源干得风生水起。所以这次我选择去销售部，为了照顾。你最少给我们2个铺子，要不然我坐在这里就不走了。胡可说着，把肚子往前挺了挺，拉了张凳子坐在大门口，来了人就赶人出去，说不做生意。她一个孕妇，知道我们不能把她怎么样。店员急得问我怎么办，就是报警了，警察也只能来劝说。第1天，愣是一个顾客都没进店。第2天，我直接叫了一辆面包车，让胖婶在村子里找了7、8个70岁以上的老人，每人每天50块辛苦费。胡可被耿卫民送到我们店门口的时候，老太太们早已经在店门口坐了一排，个个手里拿着瓜子，一边吃瓜子一边聊天。胡可想要走进店里，他往东，胖婶带着老太太们堵在他面前，他往西，胖婶他们也往西。不管胡可走哪里，这一群人愣是把他围得水泄不通。我站在门口看得直乐呵，想用孕妇威胁我，我就找老年人来挡着他。眼见着自己进不了店，胡可急得直跺脚。耿卫民着急地上前劝道：“婶子们，我们就想进店看看，你们这是干嘛？都乡里乡亲的。”胖婶站在门口吐了下瓜子皮，一脸不屑：“哟，我们就是晒太阳，没挡路呀。”大家不理耿卫民和胡可，有人进店，他们看到缝隙就想进，胡可撒丫子就往里面冲，眼看着要和大家正面碰上，一排人迅速散开，胡可一个没站稳，突然坐在了地上，他可着劲哀嚎着：“救命呀！有人欺负孕妇！”老太太们嗑着瓜子一脸无辜：“你碰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看见了，他自己摔倒的。”胡可喊着疼，没有办法，耿卫民只能送胡可去医院。他们不服气，环报了警。警察来了，问了情况，大家一口咬定是孕妇自己摔倒的。这一看，全是一帮头发花白的老太太，也问不出个啥。他们2口子硬是没占到1分便宜，还把胡可尾巴骨摔断了。胡可被送回了耿卫民老家，说是让他父母照顾他。听胖婶说，胡可娇气得很，成天不是要大鱼大肉，就是要鲍鱼海参。耿家父母都是农民，满足不了胡可的要求。老太太天天咳嗽，胡可说他不吃老太太做的饭，说饭里都是唾沫星子。胖婶天天兜里揣上瓜子，和老太太们站在门口看热闹。听说胡可要吃鸡，耿卫民妈硬是给他吃了10几个南瓜，还逢人就说儿媳还没生，就吃了他家10几个南瓜。那天老太太正在门口和大家抱怨儿媳，突然有人大喊：“着火了，着火了！”大家才一抬头，发现耿家后院起火了，火势很大，很快半边房都烧了起来。胡可站在院子里大笑：“让你们给我吃南瓜，吃死你们全家！”耿家爸妈疯了一般跑进房子里抢救值钱的东西，火势太大，又是土房子，很快就烧了起来。有人报警，警察来了。胡可哭诉说自己怀孕了，婆婆给自己吃了10几个南瓜，自己想吃鸡，在后面炖鸡，可自己不会生火，才不小心让火烧了起来。警察了解后，家庭矛盾纠纷也只能调解。可耿家爸妈一个被烟熏的窒息昏迷不醒，一个被掉下来的房梁砸断了腿。耿卫民既要在医院照顾他爸妈，又要照顾怀孕的胡可。胖婶一副八卦的样子和我说：“你不知道，耿卫民可惨了。那胡可2个多月后生下一个女儿，火速就和他离婚了，把孩子甩给了他。他现在既要照顾瘫痪昏迷的爸妈，还要照顾那个孩子。婶跟你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”我笑了笑，提了一兜水果递给胖婶：“婶，多亏了你帮忙，我这店才能开下去。”胖婶大手一挥：“咱们都是女人，女人就该帮女人。婶子看见你过得好，心里也高兴。”我握着胖婶的手，心里无比感激。我知道，我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